嘿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会遇到你？没有你一点也不扎心，有了你凌乱我的神经。嘿，嘿，我到底得罪了谁才遇到你？对的我没了脾气，烦透了你，又不得一步步靠近。我不想你，谁想你，让谁想去？我谢谢你放过我，可不可以？我早已枯燥无力，我开始怀疑人生，可为什么偏偏爱上了你？我不想跳进你的坑里，再逃不出去。我的心不欢迎你，可偏偏我和你有了一种奇怪的默契。现在我们花直播在业界开始有点动向了，我看用不了多久就能盖过他们海月直播了。你和那个黑客约好时间带陆翔过去，我会掐准时间让霍斌和唐可儿也过去。您的意思是让霍斌和唐可儿看到陆翔在帮他们？那你那样不是成全了他们吗？我不是让他们看见陆翔，我是要让他们看到背叛。霍斌，霍斌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这话应该我问你吧？为什么会和这个人在一起？你是花直播的法人，为什么会跟陆翔在一起？还是说，其实你只是个傀儡？真正的法人是陆翔，是你和你的叔叔。花直播刚成立的时候，也就是我刚刚接手海月新媒体的时候，他一直都是我们的竞争对手。所以，你表面上帮我们打理海月新媒体，暗地里却帮着花直播来对付我们。你想去哪儿？不愿意面对吗？面对？面对什么？面对我自己的良心吗？我可以对天发誓，我从来没有用花直播来对付你们。那刚刚是怎么回事？你跟他的对话我都听到了，病毒不就是陆叔叔植入的吗？我不管你们相不相信，这件事情我事先不知道。事先你不知道？昨天你在车上的时候，信誓旦旦地告诉我，你叔叔没有见过这个黑客。现在你却出现在这里，是因为你知道我要来找这个黑客，所以事先串通好事吗？可儿，连你也不相信我？因为我刚刚是亲眼看到、亲耳听到的。陆翔，我们平台现在快撑不下去了，你怎么可以骗我们？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们？哥，你是我哥呀！你以前不是答应过我吗？我们兄弟俩要齐心协力，要共度难关呀！够了！你不要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。你让所有的人都以为你受了多大的委屈，而我呢，我永远都是冷酷无情。我没付出过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以为世界和你眼中看到的一样吗？你以为无所事事就能拥有一切吗？你根本不知道你现在拥有的一切是用什么换回来的。我知道，这一切是用你爸的生命和我爸的良心换来的。你真的知道吗？我一直都知道，只是我爸现在去世了，我以为这件事儿已经放下了，
而且他还给了我1半的股份。你以为这1半的股份就可以补过了吗？你以为这1半的股份就可以抹去他的过失了吗？你有问过我死去的爸爸没有？霍比，你爸的死，那是他咎由自取。你说什么？胡斌，怎么？受不了了吗？你不是知道这些吗？你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度过的吗？你知道有什么人因为你爸活得生不如死？霍比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当你哥。胡斌，胡斌，胡斌，可儿，胡斌，可儿，放开我！你为什么这么对他？他一直把你当哥哥，一直很崇拜你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放开我！我不放。你不是想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？好，我告诉你，这是我刚把胡静从泰国救回来时他身上的伤。我之前跟你说过，他被人绑架到了泰国，但你不知道造成这一切的人是谁。绑匪当时不是被击毙了吗？绑匪是被击毙了，直到5年前我才知道，绑匪还有一个人。那个人你也认识。这个人跟董事长有关。那个人就是董事长。董事长和我爸一手创立了爱杰，但是在我5岁那年，集团出现了问题，需要钱来补救，所以董事长就绑架了我和我妹，借机想向我爸勒索。我爸因为这件事去世，我妹被卖到泰国，过了20年非人的生活。如果不是我救了她，我妹早就死了。所以你才不让董事长知道胡静的存在。那你们当时为什么不报警啊？我把我妹救回来的时候，她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况非常差，我不想让她出庭作证。我也担心我妈会接受不了事实，所以我就给她弄了一个新的身份，就是现在的胡静。之后的胡静状态也一直非常不好。后来在我叔叔的劝说下，我决定改变一个方式。爱杰集团是我爸一手创立的，我不会因为任何事情影响它的发展。所以你就要拿回公司的股权，重新夺回海悦新媒体。每当我想到胡静过了20年非人的生活，我就恨我自己。你知道我这辈子最敬重的人是谁吗？是陆翔的爸爸，陆明远。可我最痛心的也是他的改变。啊，跟你说这些你也不太明白，这是压在我心头多年的一块石头。好，过去的事儿不说了，今天叫你来，是希望你在以后的工作中，这兄弟2个你也多监督监督，一定要让他们走正路。董事长您放心吧，我会好好协助他们的。啊！救命啊！死人了！怎么了，甜甜？咱们的直播什么时候能恢复啊？再不恢复，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。我们已经在想办法了，
马上就能解决了。你到底管不管呢？我看那个画直播了，他们主播啊，每次直播可跳3支舞，可比你强多了，天天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以为自己会跳几个舞就趾高气扬的？我想到办法了。啊，什么办法？坐下。可儿，你这是要干嘛呀？怎么把我们4个人分成2个组啊？最近我们网站维修，我打算给你们做个培训。培训？什么培训啊？简单的说就叫相辅相成，相互帮助。我明白了，可儿，你要的就是这种化学效应的反差，出人意料的混搭，对不对？全对。夏某，你真的确定那个网上的病毒就是植入病毒的那个黑客自己清除的？虽然我也不愿意承认，但这是事实啊。那难道不是你们昨天找的这个黑客让他把病毒清除的吗？看来是有人清除了病毒，但不是我们。谁呀？这么神秘。不过这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我们又可以正常直播了。菲菲，你的时尚风可以往2次元方向走一走，肯定能从那些时尚主播中脱颖而出。年轻人喜欢时尚，于小淼，你应该在你的扮演服装中加入一些时尚元素，这样就更加有特点啦。胡静这种酷酷的女孩，要是穿上柔美的长裙，搭配硬朗的机车，一定很抢眼。范甜甜，你要是能把胡静的冷艳和酷融合到你的性感里，会别有风味。所以，我策划的构想是从我给你们选定的搭档身上吸收营养，让你们的直播走出个人的局限的常规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可儿，我要给你点100个赞，我跟他们学到好多东西呢。可儿，谢谢你啊。我只是给你们提供了灵感，你们真正感谢的都是你们自己，是你们自己足够努力跟聪明。朋友们，我建议举杯，我们要感谢可儿，好，感谢可儿留我们走过这几天的低谷。对，我相信啊，没有什么困难会难倒我们的可儿。可儿，跟着你干，我信心十足。我相信你一定会带领我们开创一个美好的未来。对，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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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干杯！哎，我去给大家再拿点菜啊。好。总算可以恢复直播了。是啊，但是陈助理随时都有可能把公司卖掉。大家那么信任我们，跟着我们一起度过难关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要保住公司。所有问题我都想过了，但是我不想动用我爸爸留给我妈的钱。我爸爸还留了一份基金，但是不知道受益人是谁，受益人不是我。他不告诉你，他有他自己的考虑。集团现在是保住了，但是我想把公司也给保住，因为这也算是我爸爸的一部分心血，而且你为这个公司也付出了很多很多，我不想让它落在外人手里。实在不行，我们只好用最后一个办法了。什么？当时我爸把公司所有的股票都留给了我和我哥。你想卖股权救海月？当初为了在股东大会上站稳脚步，我把我的股权都让给了我哥，我得先把股份拿回来。霍斌，陆总，你也是来参加庆功宴的。我们这次在可儿和霍斌的带领下，顺利度过了平台危机，真是让人开心。你也快点加入我们吧。那就恭喜
你们海悦新媒体了。不好意思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5年前你开车掉下海时，我就怀疑你是不是听到了当年绑架案的事情。现在看来，你果然是听到了。我听到了，但是我当时不知道该怎么面对，我只能假装什么都不知道。哥，谢谢你帮我们直播平台解决了病毒问题。虽然病毒的事情是叔叔一手造成的，不过他这么做是有他的原因。他不希望我们在一起，希望我跟你势不两立。我其实很能理解他的心情，或许是我太一厢情愿了，总觉得我们俩可以把爱杰发展得更好。但是爱杰集团对于我和你而言，可能意义完全不一样。爱杰集团对我来讲，是父亲一手创办的心血，可他对你，却是难以放下的仇恨。哥，我们没办法回到以前了，是吗？哎，可儿，可儿，快来吃饭吧！啊！好，既然如此，那你就把属于我的那份股权还给我。我们以后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儿。不可能！破天，你想的挺美。霍华城那个老狐狸现在手里的一切，都是从我哥手里抢过来的。你还给陆翔，天经地义。凭什么要再拿回去？叔叔，这件事情我单独和霍平说，你就不要插手了。我怎么不插手啊？被他爸害死的人，不仅仅是你爸，也是我的哥哥。你要是这样把股份还回去，就等于把我哥再杀一次。我绝不允许你这么做。陆叔叔，我知道你对我们霍家有恨，但这是我们兄弟之间的事情，让我们自己决定好吗？还有，我哥他有他自己的判断力，请您今后不要再控制他的思想，更不要费尽心思来破坏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。你们两兄弟之间就不应该有感情。从你出生的那一刻起，你们两兄弟之间就只能有仇恨。你的存在对于我来说，就是仇恨和屈辱。我现在说什么，你们可能都听不进去。但是哥，我相信你是有你自己的判断力的。我等着你。真不愧是老狐狸的孩子，一听说你不再傻傻的帮他，第一时间就回来要股权。还没有认清现实吗？他已经不把你当哥了，把你当作害他的人，要霸占他股权的仇人。叔叔，如果你不说，他会知道吗？从我做花直播的第一天起，你不就知道有今天吗？我只是让你早点认清事实，你跟他之间是永远的仇人。现在出来想要干大事业，不能对仇人有任何怜悯。如果说你在老狐狸那儿过着安逸的生活，有些迷失，我给你个建议，多看看你妹妹。
小静，叔叔，我哥最近很痛苦。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，他必须得过这一关。等到他迈出这一步，就不会有所顾忌，好好经营自己的事业。但我知道，他其实并不开心。开心？在泰国的20年，你开心吗？我现在也不开心。我千辛万苦地把你救回来，可不是让你们兄妹俩开心的。我知道，你把我找回来是为了让我哥报仇。你知道就好。亲生父亲的仇，如果你都不管，你们两个就不配做人。可是，你确定这个仇恨是真的吗？你还不相信我？我只是觉得这事儿……小静啊，是不是忘了我怎么把你从泰国的狼窝里救出来的？我没忘。没忘就好。我告诉你，我说的就是真相。霍叔叔给我留了一份基金。什么？他给你留了一份基金？而且数额还不小。这个老狐狸啊，死了还不安生，他在搞什么鬼？他还给我留了一封信，信里说……好了，我看你的表情就知道他心里说了什么。他说他是无辜的，是不是？想用这个钱打消你对他的怀疑。小静，你千万不能上他的当，他老奸巨猾，他是你的杀父仇人。他这么做是为了不让我们怀疑他，是为了迷惑我们。如果你这么就相信他，你父亲在地下也会死不瞑目的。还有，这封信和基金的事，不能告诉你哥。为什么？你哥这人本来就糊涂，要是知道这件事儿，就彻底没救了。回去把信烧了，啊！明天就带我的律师去处理基金的事儿。老狐狸，我就不客气了，这钱我就用在我们花直播了。他们这么信任我们，我怕他们会失望，怕觉得这段时间心血都白费了。放心吧，一切都会挺过去的。万一陆翔……他是跟我一起长大的哥哥，我相信他。我相信他不是那种唯利是图的人。再给他点时间吧。吴静，基金已经将你这个月的生活费汇到了你的账户上，请你记得查收。胡静，我给你切了你爱吃的水果，谢谢。哎，你觉得董事长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其实我也不知道我算不算了解他，但我觉得他很睿智。在公司，他是个非常棒的领导者，会跟我们讲很多道理，是个非常好的长辈。那你觉得他善良吗？我这2天
有听陆翔说你们之前的事情，我知道他曾经害得你们家破人亡，你一定很恨他吧？以前在泰国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我是谁，我只是觉得命运为什么一直在折磨我。几年前，我哥哥从泰国把我带回国后，叔叔告诉了我一切。我没有办法不恨他，可是他已经去世了。胡静，我觉得过去的事情，或许就把它放下吧。因为一个人最想要把握的还是现在和将来。只有好好的把握好当下，才能走好未来的路。我能感受到你在泰国的这20多年过得很痛苦，但你知道吗？其实现在的你比很多人都幸福。你有一个这么疼爱你的哥哥，他不舍得让你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和委屈。还有我们这些好朋友陪在你身边，你有自己热爱的事业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还有一群很可爱很可爱的粉丝这么爱你。可儿，你说实话，你觉得我哥他过得快乐吗？其实他一直都喜欢把自己紧绷着，我没有看到他什么时候放松过。有时候我在想，如果我不回来的话，他是不是会活得很快乐？你错了，如果你不回来的话，你就是他这一辈子的遗憾。我回来带给他的只有痛苦和仇恨。那你就想办法让自己和他从仇恨中走出来。哎，哥，哇吃早饭吧。没想到我妹妹还会做早餐呢。有一段时间，我从坏人那逃了出来，在一家早餐店里打过工。以后啊就不要做了，改天哥哥给你做一顿中国饭吃。我没你想的那么脆弱，你不用总照顾我了。我只是想让你把以前的事情都忘了。哎，哥，一会儿吃完饭，你能带我去趟墓地吗？你想爸爸了？哎，小静，爸的墓在这儿，你去哪儿？小静，小静，这是霍华成的墓，你带我来这儿干嘛？有件事，我想跟你说一下。来了，叫谁啊？哎，哎，你干嘛呀？哎，你怎么来了？胡静呢？你找我们家静静干嘛？他想干什么呀？请你出去，不然我就报警。报警？说什么呀？私闯民宅吗？要不要我告诉他们，现在公司已经破产了，你们随时都可能被搬出去？你，哎，你谁呀你？你
凭什么乱进我女神的房间？你干嘛？你这样突然跑过来，我们都是女孩，你觉得合适吗？你自己也看到了，胡静不在就是不在。不在。哎，莫明杰是不是疯了？他这么着急找胡静干嘛？我有份东西给你看，这是霍华成留给我的信。他早就知道你的存在，什么时候给你的？他死之后，律师给我的。他还给了我一份基金。这算什么？赎罪吗？关于当年的绑架案，有些事我得跟你说说。当天我被绑走的时候，爸爸跟我说了一些话。来，过来。哎呀，小雪，等一下上幼儿园，记得要乖哦。还有，在路上，如果遇到这个对你不好的叔叔，你不要害怕啊！会不会是你记错了？就算是我记错了，难道我也看错了吗？开快点，给我开快点！你别催我了，要不然你来开。别动，别要什么的啊！你别让他乱搞似的。反正我就是觉得，绑架案根本没有那么简单。而且我不相信，对我们这么好的霍董事长，会是幕后主使。我从泰国把你救回来，你亲口告诉我，从绑匪那听到霍华成是幕后主使。是别人叫我说的。当年你把我从泰国救回来以后，是他告诉我的，绑架案的幕后主使就是霍华成。是谁教你这么说的？你怎么能这么轻易就相信？他说霍华成就是幕后的主使。是陆明杰教我说的。怎么跟你说的？不是叫你不要说吗？这么说你是承认了？我承认什么？我有什么好承认的？承认你让小静撒谎，说霍华成是绑架我们兄妹的幕后主使。你一直劝我不要报警，因为你知道小静说的是谎话，你害怕被揭穿是吧？如果我有确凿的证据，我早就把老狐狸送进监狱了，还用每天苦口婆心的劝你？既然你没有证据，为什么要让小静撒谎？你这样做到底什么居心？为什么要利用我们两兄妹当你的工具啊？我什么居心？我就是要你为死去的父亲报仇。这么多年了，我一直记着仇恨，记着我爸的仇，但到头来却是你的自说自话，你不觉得你很可笑吗？可笑？我看，可笑的人是你自己吧。你一直就害怕面对现实，哼！现在终于给你个机会啊，让你可以逃避一切了，所以急匆匆地跑到我家来，说啊，给我自由吧，啊，要抛开自己身上的一切。但是你别忘了，陆翔，你父亲死后，公司就成了霍华成的，你母亲带着所有的遗产嫁给了他。奇怪吗？难道我会让小静无缘无故的去冤枉霍华成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这么多年来，有些事情我不愿意跟你们说，
你们好好想想，为什么你母亲在你父亲死了不到1年就嫁给了霍华成？他们俩早就勾搭上了，这就是霍华成谋财害命的理由。哎，小斌啊，你哥怎么还没回来啊？妈，你放心吧，哥他说了来，就肯定不会忘的。你前几天告诉他今天吃饭，他不会忘了吧？哎，不会的，再等等吧。哎呦，妈。哎呀，香儿，哥，你总算来了，快坐。今天啊，小花做的都是你们俩最爱吃的，来来来，赶紧吃啊！来，哎呀，你们的爸爸没了，我知道要经营好公司，可是你们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哎，这个好，来，妈，您就放心吧。您看，我哥这么有能力，我又这么帅，公司交给我们肯定没问题。是啊，妈，我刚开完年会，今年我们公司的收益又增长了。对啊。哎呀，看看我这俩儿子多出息啊！你们的爸爸要是泉下有知，看到你们俩踏踏实实的联手经营好公司，该有多高兴啊！妈，来，您吃这个。好，妈，来多吃点。行，你们吃啊。哎，小花，那汤不能放姜啊，华成不爱吃姜。又忘了，妈，来，您吃这个。话说过，您吃这个，心情一定特别好。要不是你们兄弟俩，我早就跟他一起去了。妈，您怎么净说这些话？快吃吧。给。好啦好啦，啊，好啦好啦，好了，别哭了，好啦。学校怎么样啊？我在学校还挺好的。在学校听老师话啊。陆翔，来看看你弟弟。来，看着弟弟乖不乖啊？哎，还别说啊，跟陆翔小时候还有点像呢。你长大了，哥哥天天带你出去玩。以后啊，妈妈不在家的时候，你要好好看着弟弟啊。哥，但是为了给你复仇，我什么都能做到。你们的父亲年轻的时候，每天都是在外面跑，可是到了退休了，老了，不往外面跑了，也都是待在这里的。他呀，就是一个闲不住的人。我知道，他在集团里
是一个好领导，他也是一个好父亲。香儿，这么多年以来，他一直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对待你，什么东西给你的都是最好的，让你上最好的学校，精心的培养你。你跟霍斌的待遇是一样的，就连遗产分配也是1分为2，没有差你1分1毫啊。妈，我知道，在您的心里，他是一个好领导，一个好丈夫，一个好父亲。那我的亲生父亲呢？明远，您是不是把他忘了？没忘，当然没有。妈，在我爸生前，您是不是已经和霍叔叔相爱了？你在胡说什么呀？哥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她是你妈。这个问题藏在我心里已经很久了，今天我必须知道。妈，我希望您告诉我。你先给我出来！冰儿，放开你哥。妈，放开他。好，今天我就当着你霍叔叔的面，把话说清楚。当年我跟你爸的婚姻确实出现了问题，有了第三者。可这个第三者不是霍华成，是一个女人。什么？你的父亲很痛苦，他两边都放不下。我很想带着你兄妹俩离开，可我没有足够的勇气。我那段时间很黑暗，很痛苦。相信我可以将寂寞驱散，给你最久的陪伴。相信你会懂我有多勇敢，就像迎着风雨飘摇回家的孤帆。如果你决定要放弃了，如果你不确定还爱着，请不要把回忆也一笔勾销，我来替你记着，因为我还在继续等着，因为我相信你是我永不变的选择。我还相信爱你是对的。如果你决定要放弃了，如果你不确定还爱着，请不要把回忆也一笔勾销，我来替你记着，因为我还在继续等着，因为我相信你是我永不变的选择。我还相信爱你是对的。如果你决定要放弃了，如果你不确定还爱着，请不要把回忆也一笔勾销，我来替你记着，因为我还在继续等着，因为我相信你还是我